恒无小姐，我心悦你，求娶你为妻。朕的皇后也是你能求娶的。皇后，恭请皇后娘娘回宫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陛下怎么来冀州了？朕说过，只许你出宫1年，如今1年之期已到。阿武，朕来抓你了。我叫沈恒无，7岁那年，我因为容貌和侯府嫡女谢之书相似，成了她的影子。谢之书不愿去书塾，我就替她去听先生讲课。她不爱刺绣，我就替她坐在绣架前扎穿指腹。她犯了错，被罚抄女诫，我就跪在祠堂里替她抄，一抄就是1夜。我在侯府住了10年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替她受过的影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。恒无那丫头，如今在京城里的名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毕竟是个粗鄙的丫头，她真能代替支书入了晋王殿下的眼？这几年我都调教好了，琴棋书画样样都通。她又和支书长得9分相似，找机会我安排她和晋王见面，必能有所收获。他们想让我去勾引晋王。谢之书从娘胎里就带了弱症，太医说先天元气不足，5脏6腑都比常人弱上3分。侯府请遍了天下的名医，灌了无数苦药，都不见好。后来有一个云游的道士路过侯府，看了谢之书的八字。谢小姐命格太轻，压不住自身的福气，除非以后能做皇后，得真龙之气护佑，否则活不过20岁。谢之书是侯府唯一的嫡女，侯夫人自然不想谢之书死，所以一心想让谢之书做皇后。天子体弱，朝中大事多半交由晋王打理，皇帝无子，又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，将来皇位10有8九也会落在晋王头上。与其让她嫁给体弱的皇帝，倒不如嫁给未来的天子，如今的晋王。侯爷高瞻远瞩，我们就选晋王。可谢之书这副病弱的样子，连侯府的门都出不去，怎么让全京城都知道谢家有个才貌双全的嫡女？又怎么吸引晋王的注意，让他上门求娶？所以侯爷和侯夫人需要一个替身，代替谢之书走出侯府的大门，参加那些诗会花宴，在京城贵女中打出名声。而我就是这个替身。那年法华寺斋会，京中下了入冬以来的第1场雪，我替谢之书去寺里抄经，住持认识谢小姐的脸，每次都要留我喝茶赏梅。谢小姐的字1年比1年好了，老衲看着字迹清丽中有风骨，不像是闺阁中练出来的。主持谬赞了。贫僧带小姐去后山梅林走走，今日的雪景极好，不少香客都在那边赏梅。这株梅树开得好，红梅衬白雪，最是难得。更难得的是它长在这深山里，无人知晓，却依旧开得热烈。花开不为谁看，是其本性。这话说得好，花开不为谁看，是其本性。能说出这话的人，心里大概也有一株这样的梅。枝头红梅染似火，因你眉眼情切线。多谢公子，不必客气。小姐，该回府了。小姐，那位公子还在原地看你呢。他那样的身份不会跟我有任何牵扯。他此刻看到的人也不是我，是谢之书。夫人说，今天晋王会来法华寺，特意安排你来上香，就是希望能偶遇晋王。看刚才那人气度不凡，莫非便是晋王？原来夫人让我来法华寺上香，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你在法华寺梅林见到晋王了，
殿下对你印象极好。你和靖王见面时都聊了什么？说详细些，免得日后知书在靖王面前露馅。不错，你这孩子倒是机灵，知道分寸，没有多嘴多舌。那天之后，我没有再见过靖王。1年1度的宫中赏花宴，碧桃跑来告诉我，夫人说了，近来大小姐身子爽利不少，她要带小姐亲自去，你就不用再去了。我嗯了一声，继续搓洗衣裳。井水凉的刺骨，手指上的旧冻疮又隐隐发痒。大小姐回来的时候带了好些赏赐，还有靖王殿下送的一方端砚。靖王对大小姐可好了，听说大小姐身子弱，还送了好多珍贵的补品到府上。就是我怎么看着靖王殿下和我们在法华寺见过的相貌不太一样啊？他那样的气度，本就无人敢轻易直视。或许那天你离得远，没有细看。你说的也对，我确实没看太清。侯夫人不再召唤我，我重新穿回了粗布衣裳，住回了下人房。每天早起洒扫、洗衣、劈柴、烧水。碧桃偶尔会来看我，带一些点心，但她也越来越忙。她要跟着谢知书出入各种场合，没时间总往后院跑。渐渐的，府里都在传谢知书得靖王青睐，很快就要做靖王妃了。就在何府上下一派喜庆，等着靖王去向天子求旨赐婚时，赐婚的旨意真的来了。养成皇太后意欲，谢氏嫡女谢知书温惠秉心，柔嘉表度，才德兼备，殊甚其宜，着即选入后宫，册封贤妃，赐居昭华殿，钦此。听说当今圣上脾气暴戾，动不动就杀人，可不是嘛？上个月才杖毙了一个奉茶的宫女，就因为茶烫了一点。圣上还病着呢，听说活不过明年了。大小姐嫁过去，那不是……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恒无，夫人叫你。来了，奴婢见过侯爷和侯夫人。太后懿旨不可违背，但知书不能进宫，你替他去。替他去，这3个字我听了10年。替他上课，替他刺绣，替他抄经。现在我还要替他嫁人。听闻当今天子病情加重，很可能活不过半年了。按本朝祖制，吴后的宫妃在天子驾崩后，全部都要殉葬。我替谢知书入宫，就是替他去死。夫人，奴婢不愿意。听说你是冀州人，早年父死母改嫁，7岁入善堂，有一弟乳名狗儿。你入府这些年，每年都托人打听你弟弟的下落，现下我替你找到了。恒无，你该如何谢我？我弟弟……恒无，你也想你弟弟平安长大吧？姐姐别走，姐姐别丢下我。狗儿乖，姐姐去给你找吃的，很快就回来。我骗了他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，只留给他一笔钱。后来我在侯府里每年攒下一点月钱，也托人寄回去。再后来，我听说那家善堂失了火，烧死了好几个孩子，连名册都烧没了。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，可现在侯夫人告诉我，他还活着。夫人，你让我见见他，只要让我见一面就行。见完了，奴婢就进宫，奴婢以后什么都听夫人的。弟弟狗儿在他们手上，我终究还是代替谢知书坐着轿子被抬进了皇宫。唯一跟来的陪嫁是碧桃。我住进了昭华殿，然而一连几天，皇帝不曾召见过我。听宫女们说，后宫妃嫔都是太后选的，入宫后别说承宠了，就是想见陛下一面也难。对了，贵妃是太后的侄女，陛下的表妹，唯有她见陛下的次数比别人多些，算是宫里最受宠的。但即便如此，陛下也没留宿过她那里。陛下体弱，时日无多，她不留宿后宫，怕是有心无力。那咱们以后怎么办？真等着陛下驾崩以后给他殉葬吗？碧桃是我的贴身宫女，以后的下场只会跟我一样。侯府这是把我们2个一并舍去了。我拍拍碧桃的手，宽慰她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听说侯府对外宣称，有个失散多年的2小姐被人从冀州寻回，名叫谢恒无。原本的谢知书
就这么顶替了我以前的身份。堂而皇之继续住在府上。当晚，太监忽然来传话，说皇帝翻了我的牌子。娘娘，这是陛下第一次入后宫，他肯来见您，肯定是您这些年疏名在外的缘故。您若是成了宠，日后诞下皇嗣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传言天子暴戾成性，动辄杀人，说不定和他接触，反而死得更快。不过，我如今身不由己，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陛下驾到！贤妃，免礼吧。抬起头来。他竟是我在法华寺梅林见过的男子。那天我遇见的居然不是靖王，而是当今天子李承环。如果梅林里的人是皇帝，那后来对谢之书殷勤备至，送端砚，送补品，差点请旨赐婚的靖王又是怎么回事？数月不见，谢小姐别来无恙。臣女一切都好，多谢陛下挂过。那天法华寺梅林一见，朕与晋王说起过你，他似对你很感兴趣，还跟朕说想请旨赐婚，娶你为晋王妃。可惜朕的旨意还未下，太后的赐婚旨意先到了。朕这样的病弱之躯，怕是委屈了谢小姐。臣妾不敢，能入宫服侍陛下，是臣妾之幸。是吗？晋王手握重兵，又在朝中威望颇高，朝政也皆由他把持。皇帝大权旁落，沦为傀儡，怕是对晋王恨之入骨。法华寺梅林一见，他刚对晋王表露出对我的兴趣，晋王跟着就对谢之书殷勤，意图求娶，足见他们兄弟面和心不和。晋王这是在明目张胆的掠夺天子之物，不只是皇帝看上的人，还有他身后那把龙椅。对此，侯府不仅没有避讳，还主动逢迎晋王，有意把女儿嫁给他。这意味着侯府在天子和晋王之间选择了站队后者。只要皇帝有心去查，便会知晓，晋王和谢之书已经接触数月，关系匪浅。他如今怕不是以为我已是晋王的人吧？陛下明鉴，臣妾和晋王并无瓜葛。谢之书，你当朕是3岁孩童吗？想必陛下有所耳闻，谢家迎回了流落在外多年的二小姐谢恒无，她与臣妾的相貌相似。去年梅林一别后，二妹妹顶替我的身份去了宫中赏花宴，与晋王结识。晋王看上的人并非臣妾，而是臣妾的妹妹。你们侯府倒是打得好算盘，2个女儿，一个入宫为妃，一个嫁给晋王。只是不知你和刚寻回的那位小姐，谁在府中更受宠些？你这双手倒不如脸蛋娇嫩，瞧着像是做了不少粗活。不如你来告诉朕，入宫的这个究竟是谢之书，还是谢恒无？这个皇帝远不似传闻那般冲动暴力、羸弱无能。他的这个问题很危险。我若说是谢之书，我粗糙的手无法解释；若说是谢恒无，宫里要的是谢之书入宫，我这是欺君之罪。或许他早就知道了一切，等着我坦白；又或者他在诈我。进退都是死，我决定赌一把。臣妾是陛下的贤妃。爱妃这是在向朕表忠心。世道艰难，能活下来已是不易。臣妾只是一介后宅妇人，不懂朝堂之事，也不敢揣测圣心。臣妾只想好好活着。沈恒无，想好好活着的人，不会替人入宫，把自己陷进这场死局。他果然什么都知道。我暗暗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在他面前耍滑头，我极尽可能哄他高兴。臣妾入宫身不由己，但如今看到陛下是您，臣妾不后悔。为何？那日梅林一见，陛下英俊倜傥，风姿高雅，臣妾时常在梦里见到，原以为再也没机会遇见您了。哼，你倒是会拍马屁。臣妾自作真心，不敢欺君。
不早了，就寝吧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并肩躺在一张床上，中间隔着一段距离。因为紧张，我到后半夜才终于昏昏睡去。次日醒来，身边已经空了，床头青瓷花瓶里插着几枝红梅。我心下一松，这一关应当是过了。陛下卯时出便走了，走的时候不让通报，说是别吵着您睡觉。今天一大早又赐了很多奇珍异宝到昭华殿，娘娘是后宫里第一个承宠的人，若能独宠，诞下皇嗣指日可待。皇帝昨晚并未碰我，哪里有机会诞下皇嗣？何况昨夜能活下来已是不易。贤妃娘娘，太后娘娘要您即刻去寿康宫觐见。太后，臣妾给太后请安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谢嫡生胸无大志，徒有侯爵的虚名，这样的人却一心想把女儿嫁给晋王，日后母仪天下。哀家把你赐给皇帝，是对你们侯府的敲打，不想你倒是狐媚，刚进宫就能被皇上宠幸。哼，既然如此，这碗补汤就赏你喝下吧。太后以为我昨夜成了宠，这是怕我怀上皇嗣。陛下无子，朝臣才会拥护晋王。我若有了皇嗣，便是晋王登基最大的威胁。听说陛下是太后的养子，晋王才是他的亲儿子。如今看来，传言不虚。算了，保命要紧。我昨夜本就没被宠幸，这婢子汤喝了也无妨。哀家是为你好，陛下体弱，恐不久矣。你若诞下皇子，朝中那些大臣为了巩固朝堂，避免将来后宫干政，免不了要去母留子。到那时，你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比哀家那个不堪重用的侄女讨哀家喜欢。哀家疼惜你，自然不允许那样的事发生。至于吴后的妃嫔日后将为天子殉葬一事，你也大可放心。只要你在哀家面前乖顺懂事，日后晋王登基，哀家自会给你一个好去处。太后这是想拉拢我，做她在陛下跟前的眼线。当下时局并不明朗，我只敷衍着恭顺地扶了扶身。谢太后恩典。贤妃贵安吧。太后不喜贤妃受宠，为何还要拉拢她？若不是哀家那侄女不中用，没有半点手段，哀家何至于此？张贵妃入宫已经3年，却从未得福祸圣心。确实，到底是张家庶出的女儿不中用。既然谢知书有这本事，若能为我所用，也不失为一桩乐事。这是奴婢特意让膳房为娘娘熬的，清甜润肺。您多少吃些吧，身子要紧。皇上驾到！他怎么又来了？陛下在哪儿弄来的小松鼠？好可爱。就在你殿外，应该是张贵妃的宠物。贵妃的宠物怎会跑到昭华殿来？有毒！爱妃以为是谁要害你？臣妾初入宫闱，未曾与任何人结怨。若说有人要害臣妾，大约只有一种可能：臣妾傲了谁的禄。那你觉得是谁？臣妾不知，臣前只知道，若陛下晚来片刻，臣妾此刻已经是一具尸体。无论那人是谁，臣妾都欠陛下一命。你不必欠朕，朕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用。臣妾愿为陛下所用。皇帝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碧桃，碧桃伏在地上，身子抖得厉害。我走上前去，护在碧桃跟前。陛下，这件事臣妾会亲自查清楚。皇帝静静望了我半晌，挑起我的下巴。想必爱妃心中早已有了怀疑对象。既然如此，爱妃可不要让朕失望。皇帝走后，我屏退众人，只留下了碧桃。你自己说，还是要我审问？娘娘如何断定是奴婢下的毒？白天寿康宫回来的路上，你忽然说身体不适，要去出宫。我瞧着你鬼鬼祟祟，去的却是前朝的方向。我当时便心下怀疑，
一路跟着你，亲眼看到你去见了下早朝的谢侯爷。侯爷跟奴婢说，他和夫人原本让您代替大小姐入宫，是想着您入宫后必然和其他后妃一样，压根没机会见到皇上。谁知您这么快成了宠，连太后也有意拉拢您。侯爷和夫人怕日子久了，您不受控制，当年他们用您顶替大小姐，蓄意接近晋王的事也迟早败露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娘娘，奴婢该死。侯爷跟奴婢说，等事成之后，想法子安排奴婢出宫与家人团聚。奴婢一时昏头了，奴婢该死。明明我已经处处受他们摆布，他们竟还是不肯放过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我也就没有继续逆来顺受的必要了。你知道谋害宫妃是什么后果吗？刚才百合耕读的事，陛下亲眼所见。我若告诉他你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，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求求娘娘能够绕过奴婢的家人，奴婢愿意以死赎罪。你是我在侯府的10年里唯一对我好的人。侯府为了谢知书顺利嫁给晋王，顶着欺君大罪送我入宫，你的命早就跟我绑在一起。我以为侯爷和夫人的冷血凉薄你心里是清楚的，没想到却仍这样糊涂。那碗羹是你端给我的，我若真死了，你以为你还会有活命的机会？侯府今日能弃我，明日就能弃你。但你若肯跟我一条心，我活着你就活着，我若能翻身，你也不会随着我殉葬身死，这是你唯一的生路，你明白吗？从今往后，奴婢愿誓死跟随娘娘，若有二心，不得好死。这么晚了，娘娘要去哪儿？当然是找侯府算这笔账。我先去了皇帝御书房，太监和侍卫将我拦下。娘娘，陛下有令，御书房为军机重地，任何后妃不得擅入。臣妾有要事求见陛下，还请陛下赐见。进来。这么晚了，爱妃找朕所谓何事？回禀陛下，臣妾入宫多日，甚是思念家中父母，特请明日出宫归宁，还望陛下恩准。朕明日刚好无事，陪着爱妃一起去。怎么，爱妃不欢迎朕？不敢，陛下愿随臣妾归宁，是臣妾和侯府上下的荣幸。不早了，朕送你回宫。从御书房出来，回昭华殿的路上，皇帝看了一眼一直跟在后面的碧桃，对我开口：你应该直接杀了他，震慑宫闱，这是给自己立威的好机会。臣妾在宫中没有心腹，留着他的把柄为我所用，比杀了他更好。你倒是会为自己的心软找借口。次日一早，用过早膳后，我和皇帝的车驾出宫，浩浩荡荡的去往侯府。宠妃归宁，排场很大，街上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。侯府门前，侯爷和侯夫人率领一众仆从早早跪地相迎。我刚掀开帘子下轿，便见皇帝朝我伸出手，面容温和。我迟疑片刻，把手搭在他的掌心，由他搀扶我下轿。侯爷和侯夫人看到我得宠的样子，笑得一脸谄媚，恭恭敬敬把我们迎入府。皇帝面前，侯夫人拉着我的手抹眼泪，逼真的扮演母女情深。可她望向我时，眼底分明藏着不安与惶恐。昨日让碧桃毒杀我不成，今日我却带着皇帝出现在侯府，她确实该惶恐。娘娘在宫中一切可好？一切都好，陛下也待我极好。只是昨日晚膳时，有人在我的膳食里下毒，当时陛下也在，险些喝了那碗羹，幸好有惊无险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只怕是本宫如今得宠，有些人看不惯了。陛下，臣妾有事恳求，还望陛下恩准。爱妃有什么只管说，朕没有不应的。昨晚昭华殿遇刺一事，虽是冲着臣妾，却险些连累陛下，臣妾心中难安。况且此事皆因臣妾一家过于受宠，招惹了某些人的嫉恨之心。臣妾斗胆，代父请旨，愿父亲携家眷自请离京，前往北地守疆。我话音落地，侯爷和侯夫人
顿时大惊失色。北地苦寒，他们在京中养尊处优惯了，哪里受得了那种苦楚？一旦离了京城，谢知书日后想嫁给晋王，也希望渺茫。娘娘圣眷正浓，陛下怎舍得让娘娘与家人两地分离？陛下以为呢？既然是爱妃的意思，朕准了。这皇帝看着不像短命的样，爹娘会不会看走眼了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如今在宫中做宠妃的人本该是我，你如今顶的还不是我的身份，我的名字？一个冒牌货，我才是真正的谢家嫡女，唯一的嫡女。臣女谢恒无见过陛下。恒无，这名字不适合你，改掉。臣女也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还望陛下能够赐名。爱妃觉得呢？陛下许臣妾一家镇守边塞，还未曾来的谢恩，不如以后二妹妹就叫谢恩吧。准了。这名字也太难听了。你敢说贤妃起的名字难听？臣女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叫谢恩了。恒无这个名字不可再用。姐，他们一直把我关起来，不许我见任何人，也不让我乱跑。你入宫那天，我偷跑出去找你，结果被他们打了个半死。侯夫人说，你代替谢之师入宫是欺君大罪，被陛下知道，你也会死，让我不要再设法找你。没事了，以后姐姐不会再允许他们欺负你。这就是你弟弟沈玉安。是，阿弟，快见过陛下。姐夫，你胆子不小，敢叫朕姐夫？外面都传陛下对姐姐很好，您护着姐姐，在我心里您就是姐夫。陛下，臣妾的弟弟在乡野长大，不懂规矩，臣妾代他向您赔罪。无妨，朕倒是挺喜欢这个称呼。这就是你在侯府住了10年的地方。你为谢之书做了这么多，就只得到这样的待遇。我本就是孤儿，能有这样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。如果不是他们想要置我于死地，我对侯夫人原是感激更多。谢侯爷和他那位夫人都是见识浅薄的，他们若能好好待你，侯府的荣华富贵原在后头，怎么打算安置你弟弟？臣妾还未曾想好。根骨不错，适合习武。想不想从军？日后领兵打仗，镇守一方，做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吗？能不能做大将军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你拿着这封信去樊城南面的军营，找一位姓赵的将军，他会好好教你的。多谢姐夫。他在樊城有一支亲信军队，这本是朝堂机密，如今竟毫不避讳的在我面前和盘托出。这份突如其来的信任，或许是他想要拉拢我的手段，却还是让我心头泛起一丝暖意。难得出宫，想不想四处走走？会不会太过招摇？让仪仗先回宫，我们便夫出行，只留暗卫便可。小窗说白头，他半和朱砂，点缀眉间一朵小梅花。他醒来追我，踩碎满雪沙。记得上次吃糖葫芦，是父母都还在的时候，现如今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。和小时候吃过的味道一样。是吗？我尝尝。这颗我咬过了。怎么这么酸？糖葫芦本来就是酸的。且听下回分了。确实受宠，今天归宁的仪仗，据说比皇后的规格都排场。之前传闻陛下命不久矣，如今忽然宠幸贤妃，还陪着她出宫归宁，陛下的身体该不会好了吧？好了又如何？先前是个病弱暴君，如今又成了沉迷女色的昏君。听着众人的议论，我吓得心惊肉跳，
下意识去看皇帝的表情，却见皇帝只是面无表情的喝茶，对这样的议论置若罔闻，不嗔不怒。我开始暗暗猜想，流言能传播得如此之快，有没有皇帝本人的推波助澜？多谢陛下陪臣妾闲逛，又为臣妾的弟弟寻了个好去处。朕如今无权无势，你怎知那会是好去处？说不定哪天朝廷动荡，他便会沦为靖王大军的刀下亡魂。陛下如果有能用得上臣妾的地方，臣妾愿为陛下效力。爱妃觉得自己能帮朕做点什么？臣妾愚钝，不敢揣测圣心。朕让你说，但说无妨。那臣妾斗胆，敢问陛下，您的病可是大好了？何以见得？这几年外面都传陛下命不久矣，若这一切都是靖王的手笔，那么今日宫外又流传陛下好女色，臣妾为祸国妖妃的传闻，对靖王而言无异于画蛇添足，想来是陛下故意为之。陛下想告诉世人，您的身体并无大碍，不会不久于人世，但又不想让靖王揣测到您的意图，便故意败坏自己的声誉来混淆视听。臣妾胡言乱语，陛下恕罪。你继续说。臣妾以为陛下想要的不只是让靖王轻敌，陛下还想让他急。何解？先前靖王认定陛下命不久矣，只安心等着继承皇位，如今陛下放出病情大好的消息，他难免心焦，一个人急了便会自乱阵脚。靖王在朝中经营多年，根基稳固，若稳扎稳打，陛下未必有胜算。可若他以为陛下龙体已然康健，却又沉溺女色，荒废朝政，便会迫不及待地抓住时机，要么逼宫，要么举兵谋反。只要他先动手，陛下便能名正言顺收网。臣妾愿做陛下的局中人，扮演好妖妃的角色，同陛下演完这场戏。仙妃，你很聪明。太后当初把你赐婚给朕，是为了避免侯府攀附晋王，她怕是没想到这步棋倒是给朕送来了一员干将。贤妃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本宫的团儿死在你宫里，是不是你这贱人害的？团儿就是昨夜那只松鼠。这位便是太后的侄女张贵妃。是她。张贵妃的松鼠，确切来说不算是我害死的，分明是陛下故意用那碗有毒的百合羹喂了她。陛下，爱妃唤朕做什么？你方才不是说过愿做朕的局中人，办好这祸乱宫廷的妖妃？眼下可是送上门的机会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昨夜皇帝为何用毒死张贵妃爱宠的法子告诉我汤里有毒。要做一名合格的妖妃，我在宫中自然是要处处受敌的。张贵妃就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个敌人。谢之书，你给我下来！贵妃姐姐怎么来了？谢之书，你终于敢出来了！本宫的团儿是不是你害死的？姐姐的团儿是死在我宫里不假，可那畜生自己乱跑，跑到我昭华殿来，我还没追究他惊扰之罪呢，姐姐倒先来问罪了。果然是你，你好狠毒的心！姐姐，你的团儿真不是我害死的，不过就算是我害死的，姐姐能拿我怎么样？姐姐消消气，气坏了身子，皇上也不会心疼的。毕竟姐姐入宫3年，陛下好像还没留宿过姐姐那儿吧？我知道，这句话精准地捅进了张贵妃最痛的地方。她仗着自己是太后侄女，刚入宫时把一众嫔妃踩在脚下，以为自己会宠冠后宫。谁曾想，她费了浑身解数，皇帝也不曾多看她一眼。入宫3载，从未承宠，这是她最大的耻辱，也是张氏家族姊妹之间心照不宣的笑话。你这个贱人，本宫撕了你的嘴！
本宫是正一品贵妃，代掌凤印，统领6宫。这宫里哪个妃嫔不为我马首是瞻？你居然敢以下犯上！姐姐先动的手，妹妹不过是自卫罢了。难道只允姐姐打妹妹，不许妹妹还手？去请太后，请陛下，本宫要这小人好看。吵什么？皇帝不是早已经回宫了吗？怎么会在贤妃马车里？陛下，贤妃以下犯上，动手打了臣妾。您看臣妾的脸，您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你怎么动手打了他？分明是他要我扮演跋扈妖妃，如今却来找我问罪，莫非是对贵妃怜香惜玉起来了？让朕看看，手都红了，疼不疼？皇帝这行为有点过头了吧？陛下，被打的明明是臣妾啊！张氏身为贵妃，未经传召，擅自到昭华殿门前喧哗叫骂，毫无贵妃的端庄仪态，按宫规降为淑妃，禁足3个月。你方才说自己代掌凤印，统领6宫，宫中妃嫔皆为你之命是从。既如此，自今日起，凤印交由贤妃执掌。传朕旨意，贤妃晋升为贵妃，代掌皇后金印。陛下，没想到第一次扮演妖妃便得到晋升，还拿了皇后金印。我一时正在原地，忘了谢恩。直到回了昭华殿，碧桃迫不及待向我恭贺，一口一个贵妃娘娘，我才恍然回神。皇帝给了我权势地位，也把我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当天晚上，皇帝依旧留宿在昭华殿，和他并肩躺在床上。我望着他俊美无愁的侧脸，心里清楚，皇权之争向来你死我活。若是皇帝败了，我的下场不会好过。为今之计，我只能全力配合他，以求与他共生。次日清早，得知我晋升的消息，一群我见过的和没见过的妃嫔来向我请安。皇帝病弱的名声在外，从不入后宫。太后为他选的宫妃倒是很多，环肥燕瘦，个个出挑。在他们面前，我依旧扮演着祸国妖妃的角色，傲慢骄纵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贵妃娘娘，太后有请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一夜之间，从贤妃到贵妃，还代掌了凤印，好大的本事！哀家那侄女纵然有错，你也不该动手打她。她再不济，也是哀家的人。你打了她的脸，便是打了哀家的脸。太后教训的是，只是当时淑妃先动了手，臣妾若站着不动，丢的便是皇上的脸，臣妾不敢。嘴倒是厉害，哀家问你，皇帝夜夜宿在你那里，身子骨到底如何？这2天可有异动？回太后，并无异动。你刚进位，诸事繁杂，哀家又让人备了碗补药，你喝了补补身子。又是避子药。昨晚上伺候陛下太累了，一时手酸，实在端不起这补药。那哀家再让人熬一碗，亲自为你喝下。臣妾和陛下郎情妾意，夜夜欢好，足见身体康健，无需滋补。这既是补药，以后就留给太后自己享用吧。郎情妾意，夜夜欢好到天亮。传旨，让贵妃来御书房侍奉笔墨。这些日子，我与皇帝在人前始终扮演着昏君与妖妃的角色。他荒废朝政，夜夜留宿，我仗着恩宠骄纵跋扈，长国张淑妃，罚跪李美人，克扣王昭仪的月俸。后妃们苦不堪言，难免向自己的母族诉苦。朝臣们请旨废我的折子堆成了山，皇帝一概不理，反而越发恩宠，珠宝玉器流水般送进昭华殿，甚至朝堂上
他也把我抱在腿上，缠绵悱恻，引得朝中老臣对我破口大骂。满朝文武恨得咬牙切齿，太后更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这日午后，我带着亲手做的点心往御书房去，刚到门口，却听见里面传来争执声。问了侍卫才知是晋王在里面。皇兄，北地灾情虽然紧急，但必须先稳后救，否则数十万流民南下，沿途州县必溃。依你的意思，要放任灾民不管？臣弟不是这个意思，粮要放，但得驻军设卡，边户分批。三弟，你设卡边户要多久？半个月。半个月不赈灾，要饿死多少人？你算过吗？皇兄，臣弟这是舍小取大，流民一旦城寇，就不是死几万人的事了。晋王的话让我心底发沉，原来在上位者眼里，百姓命如草芥，远没有稳过他们手中的权柄来得重要。我的父亲死于饥荒，母亲为几口粮食改嫁，丢下我和弟弟自生自灭。我见过饿殍遍野，也吃过草根树皮，甚至看着人以土充饥，活活胀死。我看一眼树上凋零的枯叶，眼下已经快入冬，夜里结霜。那些饿了好几天的人，还能再等半个月吗？我不顾侍卫的阻拦，推门闯了进去。晋王殿下金尊玉贵，可知道什么是挨饿？又可曾见过灾民们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是怎样的水深火热？殿下担心流民城寇，要舍小取大，又岂知流民城寇不是因为朝廷仓促放粮，而是因为朝廷不放粮。你设卡不让他们进，他们没活路，才真的会反。放粮就是最好的防乱。皇兄，你宠他便罢了，怎能容这后妃妄议朝政？朕倒是觉得贵妃所言甚是有理。皇兄，传旨，北地各州县即刻开仓放粮，不分户籍，派御史台沿途监察，谁敢克扣流流，就地革职。臣弟领旨。你刚才说的很好。臣妾只是想到了小时候。听说你代掌俸印之后，把后宫妃嫔的月俸罚了个断，连太后宫中的用度都下旨缩减了，是为了灾情吧？宫中奢靡，百姓却因灾情苦不堪言。臣妾头上顶着妖妃之名，不好带头六宫缩减用度，节省开支，只能以这样的法子为陛下解忧。臣妾宫中吃穿用度也有缩减。你如此体恤百姓，朝野上下却无一人理解你，心中当真不愿。陛下懂臣妾就足够了。贵妃一心为朕，朕不会负你。陛下，现下还是白天。陛下，太后娘娘遣人来传话，请您去寿康宫。太后可有说所为何事？回陛下，来传话的姑姑只说太后有要事相商，请陛下务必过突举趟。你在这里等着，朕去就回。陛下，臣妾还是先回昭华殿吧。怎么了？青天白日的，还真怕朕对你做什么？等着，朕很快回来。皇帝走后，我脸上的温度迟迟没有降下，抬手摸了摸额头，心底涌起一股难言的悸动。可他是皇帝，坐拥后宫佳丽，如今对我的宠爱都只是演给别人看，他甚至至今不曾真的宠幸过我。刚才或许只是他的一时兴起，我没有真的在寝殿等他，而是打算回昭华殿。刚走出皇帝的寝殿不远，我在长廊上被晋王拦住去路。他突然出现，吓得我心头一跳。晋王殿下还未出宫，在等贵妃娘娘。做了贵妃，一心向着皇兄，
就忘记我们的海誓山盟了？听着靖王怒不可遏的质问，我才猛然反应过来，我代替谢之书入宫一事，靖王并不知情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那个与他有过旧情的侯府嫡女谢之书。靖王殿下以为入宫为妃是我自己愿意的。太后一道懿旨，侯府满门领命，我一个女儿家有说不的资格吗？殿下若是心有不忿，该去找太后，是她把我赐给陛下的，不是我背弃了殿下。你当真是身不由己。可你知道皇兄做了什么吗？他下旨让你一家人迁往北地守城，让你在宫中孤立无援。你以为这样算宠你？他根本就是在利用你。可我不一样，只要你肯回头，他日我登基，必定立你为后。靖王与谢之书居然有这般深情，若两人如此相爱，为何太后赐婚时没见靖王阻止？如今黄花菜都凉了，他突然跑来装什么深情？承蒙殿下厚爱，可惜本宫已是陛下的贵妃，殿下与我的从前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还是忘了吧。殿下往后还是唤本宫一声嫂嫂吧。嫂嫂？哎，嫂嫂在呢。谢之书，陛下驾到！陛下万安。下午不是让你在寝殿等朕，怎么跑了？臣妾猜想，陛下应是和臣妾开玩笑。是吗？陛下，朕当时让你等着，是有事和你说。打开看看。是弟弟写给臣妾的信。信上说了什么？樊城的赵将军夸他根骨极好，有将帅之风，收他做了义子，并且亲自教他骑射。他如今跟着赵将军刻苦习武，每日都觉得有所精进。赵将军如此照顾，一定是陛下那封推荐信的缘故。臣妾多谢陛下。你我之间何须如此见外？阿乌，你如今身处风口浪尖，不少人视你为眼中钉。朕能为你做的，和你帮朕的这些相比，不算什么。不早了，睡吧。陛下睡不着，朕吵到你了。陛下若有心事，不妨说来听听。你弟弟那封信从樊城到京城，快马用了半日。朕在想，若是樊城的军队连夜赶来，最快多久能到？原来陛下让弟弟写信给我，除了报平安之外，还有测试路途的作用。只是单人快马与大队行军，终究是两回事。陛下，想知道确切的时间，自然是越准确越好。那让赵将军带着军队来京一趟，不就好了？无缘无故，军队怎可擅自入京？晋王的人会起疑的。臣妾倒是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不可。这是眼下最好的法子。臣妾本就是妖妃，这荒唐事自然做的。如此行事，百官会对你越发不满，那些老臣怕是要提刀解决了你。那陛下到时会护住臣妾吗？朕一定护住你。爱妃，准备好了。臣妾准备好了。烽火燃起，嫡媳快入宫护驾！
一起，快！陛下，烽火台忽然燃起狼烟，可是敌军来犯，臣等连夜赶来。哦，那个贵妃谢氏乃京城第一淑女，朕早听闻她舞姿堪比洛神，却一直不曾亲眼得见。陛下，爱妃说，朕若哄她高兴，她便为朕作舞一曲。朕不过是点个烽火，博美人高兴罢了。诸位爱卿何必大惊小怪？荒唐！烽火乃军国重器，怎可儿戏？贵妃此举与那豹子何异？陛下，无端点燃烽火是亡国之兆啊！此等妖妃祸国殃民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赐死。爱卿们未免过于夸大其词，后人都说周幽王为鲍厮点燃烽火，是昏聩好色，亲手断送了江山基业。朕倒觉得这正是幽王对鲍师独一无二的爱。如今朕效仿幽王，也是为了告诉天下人，朕对贵妃的爱同样如此之深。陛下，臣妾对陛下的情谊亦是如此。妖妃，你休要在此妖言惑众。陛下，您好不容易身子大好，正是振兴朝纲之时，不可再沉迷女色了，祖宗基业毁于一旦呐！蛊惑君王的妖妃，我杀了你！陛下，你敢公然弑君，放肆！陛下，您的手。定国公到，晋王殿下到。陛下这手无妨，一个小插曲罢了。国公爷，您可要为社稷做主啊！陛下为了博贵妃一笑，竟然点燃烽火台，戏弄百官，此等荒唐行径，亡国之兆啊！国公爷，您德高望重，求您劝谏陛下，诛杀妖妃，以正朝纲。诛杀妖妃，以正朝纲。丁大人殿前行刺，无论所赐何人，都是死罪。陛下没有当场将他处死，已是宽忍。诸位大人若再纠缠，岂不是要逼陛下大开杀戒？陛下，老臣以为此事确有不当之处。烽火台乃军国重器，不该轻动。不过，老臣只盼陛下保重龙体，这手伤须得让太医好生医治。定国公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贵妃受了惊吓，朕陪她回去歇息。走。哼哼，这皇帝果然昏聩无能，连这样的荒唐事都干得出来。这样也好，日后晋王这个外甥登基会顺利很多。这一夜烽火连天，各方驻军闻讯而来。我和皇帝不仅知道了樊城军队来京的确切速度，连其他各地驻军几时能到也一清二楚。赵将军天亮之前便已率军赶到，他此次不回樊城了，就在京郊秘密扎营。昨夜之事，多亏了你，能帮到陛下便好。昨夜若不是陛下，臣妾早已命丧剑下。陛下万金之躯，怎可为了臣妾挡箭？朕不是没事吗？当时那样凶险，万一呢？朕说过会护住你，君无戏言。听说定国公是太后的亲哥哥，晋王亲舅，不应该定国公为晋王效力吗？怎么昨夜在大殿上，晋王看起来反倒很听定国公的话？定国公的父亲是大圣名将，他早年也跟着父亲南征北战，战功赫赫。朝中都说晋王势大，其实真正撑着他的是定国公。难怪呢，臣妾先前就觉得奇怪，晋王看上去谋略城府不及陛下，又比你小几岁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势？
原来是狐假狐威。定国公位高权重，日后若真扶持晋王得了皇位，只怕晋王也会沦为他的傀儡。哼，那老楚夫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如此看来，晋王不足为虑，定国公才是心腹大患。只要扳倒了定国公，晋王压根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聪明，一点就透。阿吴，真正的你死我活要开始了，你怕不怕？臣妾愿与陛下同生共死。朕不会让你死的。皇帝忽然忙碌起来，接连半月，他未曾踏入昭华殿，也不曾召我去御书房侍奉。入冬后，朝中大事连连，东夷侵犯边境，3日连攻5城。消息传入宫中，朝野震动，人心惶惶。定国公请旨，力荐晋王，领兵出征。定国公此举，将朝中大半兵力都交给晋王带走，只留下3万禁军镇守皇城。一来是让晋王趁机立功，二来怕是另有图谋。3万禁军都是他的心腹，若有异动，皇城之内无人能挡。果不其然，晋王率军出城的第2日，定国公便以保护陛下安危为由，带着禁军控制了整座皇城。娘娘，那些禁军把咱们昭华殿也给围了。陛下呢？奴婢不知道。陛下可有下令禁足本宫？未曾。那定国公可有下令？未曾。既然定国公只是让你们守在这里，并未下令幽禁本宫，本宫现下要去御花园，都给我让开！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淑妃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你便说吧。妹妹有话快说，我与陛下还忙着呢。定国公带兵围了皇宫，连昭华殿也围了，臣妾担心陛下。陛下，若非谢之书蛊惑您点燃烽火，戏弄百官，闹得朝野沸腾，定国公也不会有可乘之机。如今东夷入侵，晋王出征，定国公趁机掌控皇城，这一切都是拜这妖妃所赐。传旨，贵妃谢氏祸乱宫闱，迷惑君上，即日起废为庶人，送往法华寺思过，无诏不得回宫。陛下圣明，定国公是臣妾的伯父，臣妾定会劝说他归顺陛下的。爱妃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我就这样被贬为庶人，送出了皇宫。碧桃一路哭泣，为我抱不平。姑娘一心为着陛下，陛下却说翻脸就翻脸。如今正是腊月，天寒地冻的，法华寺那种清苦之地，您如何受得住？傻丫头，陛下若是真想处置我，何必如此大费周折？定国公包围了皇城，宫内凶险，他才假意翻脸送我出宫。陛下原来是为了姑娘。是了，法华寺是姑娘与陛下相识之地，陛下特意送您来此，就是希望您能平安，只盼着陛下在宫中也能安然无恙。晋王，他不是去平定东夷之乱了吗？贵妃娘娘，本王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失去意识前，嗅到晋王身上一抹熟悉的药香，那是陛下长久装病，一药沐浴，久而久之留下的体香，只有跟他待久的人才会有。晋王身上怎会有这样的药香？我还来不及细想，整个人便昏了过去。我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处法华寺禅房，后颈一阵钝痛。晋王坐在桌旁，手里端着一盏茶，正静静看着我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可算醒了。若真出点什么事，我恐难跟皇兄交代。毕竟他反复叮嘱，万不能伤你分毫。臣弟李承轩参见皇嫂，方才在山下多有冒犯，不得已打晕嫂嫂，还请嫂嫂恕罪。晋王居然是陛下的人，难怪他的身上会有与陛下相似的药香。
原是同属陛下亲信常伴左右的缘故，根本没有东夷入侵，是你和陛下迷惑定国公的幌子。你潜伏定国公身边多年，也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分走他的兵权。皇兄让我来寻你时，我还说一定要让他给我一件信物，否则怕你不信。皇兄却说，以你的清慧，必然能猜出大概。皇兄果然了解你。东夷那边不过是皇兄安排的死士假扮，只做了些侵扰边境的假象，目的就是哄骗定国公。他老谋深算，手握重兵多年，若不找个由头调走他的兵力，我们未必能轻易拿下他。兵力被你带走，定国公只剩下3万禁军，为何他非要在此时逼宫？这就是他的狂妄之处了。他自认为3万禁军足够逼迫皇兄就范。至于他为何特意选我不在京的时候动手，自然是希望等我凯旋时，朝中已经全部由他掌控。到那时，即便我登基，也不过是他的傀儡皇帝。那陛下呢？定国公已经控制了皇城，陛下此刻处境如何？皇嫂安心，赵将军和令弟已率樊城精锐悄悄埋伏在京城外围，只等皇兄一声令下，便会入城平乱。我在法华寺住了数日，从晋王口中渐渐理清了全部的真相。原来从一开始，皇帝和晋王就知道我不是谢之书，而是谢侯爷和侯夫人找来的替身。我没有背景，无家族可疑，是皇帝一眼挑中的棋子。而晋王接近谢之书，制造要娶她的假象，不过是为了让太后对谢家生出忌惮，最终下旨赐婚。而我作为谢之书的替身，顺理成章被送入了皇宫。皇兄利用皇嫂不假，但如今他舍命护你，足见他对你的情谊。当夜，驻守在法华寺的大军忽然撤退，晋王临走前告诉我，今夜会有大事发生。他留了一支精锐给我，让我不要随意走动。我心中难安，登上山顶，遥望皇城，火光从宫阙中央腾起，烧红了半边夜空。即便相隔数十里，那冲天的厮杀声仿佛就在耳畔。我站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光破晓，皇城归于死寂。阿五，阿五，陛下，陛下终于来了，臣妾还以为朕出事了吗？朕怎么舍得丢下你？冷吗？还记得这里吗？这是臣妾和陛下出狱的地方。臣妾那时还不知道您是皇帝。雪天路滑，姑娘小心。朕那时也未想过，会想和你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定国公逼宫，被当场诛杀，太后也参与其中。皇帝念及晋王求情，留了太后一命，降为太妃，迁至晋王府，与晋王同住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臣弟这些年，不是在朝堂上勾心斗角，就是在定国公面前演戏，实在是腻了。臣弟想做个闲散王爷，看遍江南的烟雨，蜀地的险峻，还有塞外的大漠。你这是要学徐霞客？徐霞客有徐霞客的逍遥，臣弟有臣弟的自在。再说母妃犯下大错，皇兄念及臣弟，留他一命，已是大恩。臣弟若还留在京城，朝臣们难免议论，皇兄也为难。孝康皇后在世时，我母妃不受宠，臣弟也跟着受尽冷眼。是孝康皇后和皇兄庇佑，臣弟才有命活到今日。孝康皇后临终前将母妃扶为继后，皇兄即位后又封她为太后，可她仍不满足，受舅舅蛊惑，对皇兄下毒，致使您缠绵病榻多年。如今皇兄病情刚刚好转，他又酿成这般大错，臣弟身为人子，又身为皇室血脉，愧对皇兄和孝康皇后在天之灵。他和定国公做的事与你无关，
何况在这件事上，你是有功之臣，朕该重赏你才是。重赏一事，臣弟愧不敢受。定国公狼子野心，他想辅佐臣弟即位，不过是觉得臣弟比皇兄好掌控。若真让他得逞，臣弟日后到了地下，将无颜面对父皇和历代先祖。三弟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。如今朝局刚定，形势未稳，你当留在朝中有所建树才是。臣弟作为逆党想要扶持的傀儡，离开朝堂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皇兄自幼待臣弟如亲弟，日后无论臣弟身在何处，皇兄如有差遣，臣弟必当尽力。出去走走也好，不过即便要走，也要等封后大典之后。皇兄终于要娶妻了，朕与阿武同生共死，患难与共，不可相负。他如今还顶着谢之书的身份，先前又为皇兄担了妖妃的骂名，皇兄想要立他为后，只怕大臣们不会同意。朕决心和他在一起，谁也阻止不了。难得看到皇兄如此，看来您对沈贵妃是动了真情了。朕如今只愿江山稳固，百姓安乐，也祈愿与阿武永结同心，不离不弃。阿武待朕亦是如此。皇兄如此笃定，当然。好精致的发簪，陛下哪儿弄来的？朕让司侦局的人做的，红梅冷傲，最是衬你。谢陛下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让朕好好看看你。住在法华寺这几日，怎么瞧着瘦了许多？陛下也瘦了。想摸就摸，怎么嫌弃朕？不是，臣妾只是觉得陛下这些日子一定很累。朕再累，也不及你在法华寺等的煎熬。怎么感觉你这次回宫，心事重重的？如今大局已定，你立了大功，对朕可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你开口，无论什么要求，朕一定应你。真的什么都应？君无戏言。臣妾请旨，希望陛下放臣妾出宫。你说什么？臣妾说，请陛下放臣妾出宫。你再说一遍。臣妾入宫以来如履薄冰，先是替谢之书活，后来替陛下演妖妃，如今大局已定，臣妾希望可以做回自己，留在宫里做陛下的妃子。臣妾永远是贵妃谢氏，是谢之书的替身，可臣妾是沈恒无，不是谁的替身或谁的棋子。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朕把你当棋子？臣妾知道陛下待臣妾是真心的，可臣妾不想永远活在别人的名字里。7岁起，臣妾被关在侯府后宅里，做谢之书的影子。18岁替谢之书入宫，进了这宫墙大院。这11年里，臣妾没有一刻是属于自己的。方才陛下说，无论臣妾要求什么，您都会应允。那就请陛下准我出宫，还我自由之身。如果朕说想要立你为后呢？臣妾身份低微，从未肖想后位。你是介意后宫那些嫔妃？朕可以遣散他们出宫。你当知道，那些都是太妃为了拉拢大臣为朕选的，朕从来没有宠幸过他们。阿武，朕心悦者唯你一人。陛下如此厚爱，臣妾原该领受，只是臣妾如今只想出宫。好，朕放你出宫。你要去哪儿？朕让人送你。臣妾想回冀州老家，臣妾的弟弟如今有了出息，不需要臣妾操心了。臣妾如今有些想家。原来所有阴差阳错都是命中注定的圆满。
阿武，朕答应放你走，但你也要答应朕一件事。你走可以，但皇后之位，朕给你留着，你不许嫁人。朕这辈子只要你一个，你也只能要朕一个。你想去看看外面，朕放你去看，等你看够了，就回来。朕在宫里等着你，等你做朕的皇后。1年，朕给你1年时间，1年之后，你若还不回来，朕就亲自去冀州抓你，到时候你跑不掉了。陛下怎的这般无赖？朕是暴君，暴君本就无赖。我出宫后不久，宫里传出消息，废妃谢氏贬为庶人后，病逝在法华寺。从此以后，世间再无贵妃谢之书，只有沈恒无。这是你的身契，从此以后，你也是自由之身了。你可以回家和父母亲人团聚。姑娘不要奴婢了吗？唉，回家和父母团聚，这不是你心中所求吗？奴婢先前听侯爷和夫人的话加害您，是奴婢害怕殉葬，并不是真的想回家。自从爹娘为了兄长娶妻，把我卖给侯府，我和他们早就没有联系过了。奴婢自知犯过大错，承蒙姑娘厚爱，如今奴婢这条命都是姑娘的，愿永远侍奉姑娘身侧。姑娘不要赶奴婢走。既如此，你便同我回冀州吧，路上也好作伴。以后姑娘在哪儿，奴婢就在哪儿。我用出宫时带出的银两，在闹市盘了一间小铺面，后面带着个小院，铺子不大，胜在位置好，人来人往。姑娘，咱们卖什么呀？您会做生意吗？好香，这是什么？我在侯府时替谢之书学了一手调香的本事，后来入宫又跟着御药房的太医讨教过几个方子，这些总该用上了。铺子开张6日，没什么客人，碧桃急得团团转，我却不急。我调制了几样香粉，装在精致的瓷盒里，摆在门口，任人试用。不出3日，果然有人循着香气找上门来。姑娘，今日卖了12盒，比昨日多了3盒。照这个势头，下个月咱们就能把隔壁的空铺子也盘下来。你倒是贪心。姑娘，您是不是想陛下了？不想了，他是一国之君，我是平民百姓，1年之约，他大概只是哄我罢了。后宫不缺女人，他很快就会把我忘掉。请问，这里是卖香吗？公子是给家中女眷买香，可以去前面的铺子里去挑，这是后院。不是，小生住隔壁，这几日常闻到一股幽香，夜里读书时格外醒神，想着来问问是什么香。这是用梅花、松针和少许冰面调的，名为清心，有提神醒脑之功效。公子若不嫌弃，拿1瓶去用便是。不，小生怎好白拿？多少银子？那就3文钱。多谢娘子。敢问娘子贵姓？免贵，姓沈。沈娘子，小生林默，就住在隔壁。日后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只管来敲小生的门。姑娘，这书生巴巴跑来后院，怕是对你有意呢。别胡说。林默隔3差5便来铺子里坐坐，有时买1盒香粉，有时借故讨杯茶喝。他读书用功，性格温厚，说话从不逾矩。他知道我是一个人带着丫鬟来冀州做生意的孤女，便时常送些新鲜蔬菜、米面过来，说是邻里之间互相照应。姑娘，林秀才又在读诗了，您听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不许编排人家。奴婢可没编排，他分明就是那个意思。姑娘，既然您说以后不再惦念陛下，怎的就对林秀子的心意无动于衷？香粉铺子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我在冀州又开了一家善堂，专门收容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弟弟自从跟着赵将军去军营，时常写信回来。前阵子说他又立了功，我每每读信都很替他高兴。
姑娘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林秀山又来了，在外面等了小半个时辰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沈娘子，小生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林公子请讲。沈娘子，小生林默，自1年前娘子搬来隔壁，一直对娘子心向往之。小生不才，愿以正妻之礼相待，此生不纳二色，还望娘子成全。你要娶我？小生知道这话唐突，可小生句句真心。小生虽贫，但会对娘子好，日后必定考取功名，为娘子挣来诰命加身。娘子嫁给我，我绝不让娘子受半点委屈。朕的皇后也是你能求娶的。皇后，恭请皇后娘娘回宫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陛下怎么来冀州了？朕说过，只许你出宫1年，如今1年之期已到。阿武，朕来抓你了。阿武，有件事沈旭安恐怕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什么？他2个月前跟着赵将军荡平了北狄，赵将军率5万精兵深入草原，一战击溃北狄主力。你弟弟虽然年纪小，却冲锋在前，亲手斩了北狄一个千夫长。赵将军夸他勇猛，已经给他请了功。如今他是正6品的招武校尉。他小时候那么小一个，现在都能领兵打仗了，怎么成了爱哭鬼？我高兴还不行吗？还有一件事，朕想了想，也应该告诉你。什么？北狄入侵时，谢侯爷死守城池，瘸了一条腿，才等来救援。他虽然做过不少糊涂事，但守城时倒还有些血性。朕念他以身报国，忠勇可嘉，让他带着家眷继续留在北地，做了守城将领。陛下英明。侯府早年苛待你，更是企图要害你，朕没有惩治他们，你不怪朕。我对侯爷和侯夫人虽有怨恨，但没有他们，我可能早就饿死在冀州街头了。何况我在侯府确实学到了很多。侯爷、侯夫人还有谢之书，他们都是在富贵窝里长大的，如今去了北地，又经历战争之苦，已经算是惩罚了。如今陛下留他们性命，算是替我报了当年的收留之恩。你呀，就是心善。对了，那个秀才呢？什么秀才？就是那个说要以正妻之礼娶你的那个。陛下吃醋了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他可是连此生不纳二色都说出来了。陛下不是把人赶走了吗？赶走是赶走了，但朕心里不痛快。那陛下想怎样？朕要把这1年的想念全都补回来。你这床比昭华殿的小多了，会不会坏？陛下怎么起这么早？朕睡不着。可是床太硬了。不是，朕在想，怎么才能让一个不听话的小妖精跟朕回宫，做朕的皇后？自你走后，朕遣散了后宫，现如今后宫空置，只等你回去了。你遣散了后宫？那些后妃本就是太妃选的，朕无意他们。与其任他们在宫中蹉跎年华，不如放出宫去，另觅良人。阿我，朕只想要你。那秀才说要娶你为妻，此生不纳二色，朕也能为你做到。皇吾如何能担待得起母仪天下？你曾与朕携手铲除奸佞，还曾为了灾情缩减宫中开支，如此聪慧有胆识，又体恤百姓的女子，如何担不起？谢之淑好歹是侯府嫡女，但恒无不是。
民女身份低微，百官不会同意的。赵将军收了沈旭安做义子，你自然也算他的义女。护国大将军之女，身份怎会低微？何况你的弟弟沈旭安立了军功，日后前途无量，自会为你兜底。你怎么连这个都替我想好了？1年前就想好了，要以沈恒无的身份立你为后，你却偏说要走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阿雾，朕已经放任你在宫外1年，这一次不会再放手了。阿雾，做我的皇后，可好？好。玉桃在宫外这1年里自由惯了，后街的武管公子对他有意，之前铺子里有人带头闹事，都是那位公子帮忙摆平。碧桃对那人也有些想法，我把香粉铺子留给了他。奴婢舍不得姑娘，好好经营铺子。若是哪天我在宫里待腻了，还回来找你。陛下待您这般好，只怕您以后不会回来了。日后有了机会，我一定回来看你。奴婢等着，不管任何时候，这里都是姑娘的家。后街那位武管公子，若是真心待你，就嫁了吧。姑娘，您说什么呢？离开冀州，舍不得。弟弟如今也在京城，我在冀州早就没有亲人了，主要是舍不得我的铺子，还有碧桃。这1年我们相互扶持，如同姐妹。过段时日，或可让他把铺子开到京城，你们就能经常见面。这样好吗？如何不可？朕想和你共度余生，却没想限制你。只要你开心，怎么都好。谢谢陛下。是我该谢谢你，愿意跟我回宫。姐姐，1年不见，又长高了。托陛下和义父的福，他们待我极好。回京后，我以护国大将军义女的身份被册封为后，我和皇帝正式举办婚礼，受百官朝拜。皇帝为我在御花园中建了一处梅林，花开时节，美不胜收。阿武，朕终于把你娶回来了，往后余生，朕都要你陪在身边。臣妾也是，陛下。叫我什么？夫君。再叫一声。你又得寸进尺。后来，弟弟沈旭安在战场上屡立战功，20岁变成了大圣朝最年轻的将军。碧桃嫁给了那位武管公子，香粉铺子开成了冀州最大的胭脂行。累不累？后来开到了京城，不累。而我与皇帝携手走过春夏秋冬，再也没有分开。母后，我也要亲亲。